曼月今年第一场上来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，3-0战胜申玉彬，怎么去总结这场比赛？我觉得确实今天自己第一场出场嘛，然后也是跟韩国队的1号申玉彬，所以我觉得首先一方面还是抱着一个拼的态度去打，然后再一个也是希望能够给中国队打出这个开头的这种气势吧。因为前几次跟申玉彬交手，可能对手比较难缠啊，这一次整个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对，因为近期跟申玉彬交手还是很多吧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熟悉的，所以在赛前上，我觉得还是做好了这种充分的困难准备，也没有想到今天的比赛能够这么顺利。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在赛前的这种准备上，从技战术的角度，然后从心态、思想方面，我觉得都是还是比较充分的，所以一到场上的时候，就是坚定的去执行吧。继续加油，曼玉，谢谢。莎莎今天第2场比赛上场对阵金娜英，3-2险胜，怎么去总结这场比赛？我觉得首先其实最后能赢下来，我觉得还是不错吧。我觉得，但其实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相信也遇到了很大的这种困难跟挑战。而且我觉得，其实，在前不久，其实跟金娜英也在小组赛刚交手过。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她今天的发挥，我也在赛前预估到她一定会比上次会好很多，而且她会更放手一搏。所以说，其实，在困难准备方面，我觉得也不是做的不充分，但我觉得更多还是出现问题，还是在于今天临场的一些技战术的这种调整，我觉得还是偏保守了吧。因为在2、3局，其实第2局输完，我觉得发球轮其实有一些不舒服。我觉得哪怕可以，其实在第3局可以变到正位去发。其实1-2落后的时候，马导也一直在提醒我，其实在于发球轮能够想办法。其实第4局也是一度1-4落后，我觉得还是在发球轮打的比较坚决到最后，然后能够那局11-4逆转完，感觉整个技战术会又重新打通一些。觉得金娜英今天又给你带来整个更大的困难在哪里呢？我觉得他今天球打的衔接很快，其实我觉得他不管是从前3板相持，我觉得没有说给我特别多这种绝对的机会，而且我觉得他整体今天的这种态势啊，包括球的速度，我觉得还是打出来他原有的一些这种他的自己的特点。因为可能小组赛可能这东西也没法去总结，但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其实他今天的发挥，因为我在比赛中很少能够捡到他这种无谓失误，或者说捡1-2分，而且每个球我觉得大家的回合都很多，所以说我觉得，但是今天这场比赛，我觉得打完对接下来自己的比赛应该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吧。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下来去及时的总结，然后去思考。继续加油，莎莎，谢谢。大地今天作为第3场上场，3-1战胜了朴嘉贤，怎么去总结这场比赛？我觉得跟朴嘉贤也是在短期内的第2次交手吧。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发挥的还可以吧，主要还是一上来这种发动的比较快吧。我觉得更多的问题可能出现在第3局9-5领先之后吧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自己可能有点着急，还有点想赢吧，所以感觉整体的节奏就偏快了，这种节奏就不太对吧。但我觉得通过第3局失利之后吧，我觉得可能在第4局这种开局吧，整体来说调整的还是比较快吧，就一上来没有受第3局太多的影响之后，我觉得一上来的这种调动跟发挥，其实整体来说保持的还可以。那你觉得今天在场上可能做的比较好的方面在哪些？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心态吧，因为短期的这种交手，可能对手也会相互这种了解吧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其实还行，更多的还是打自己的这种节奏偏多一点吧。因为跟朴嘉贤也是连续交手之后，可能相互球路上还是非常熟悉吧，所以还是更多的打自己的吧。继续加油，大地。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, pingsunday.com.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.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